欢迎大家来到大叔中文。好，在这样惊悚的开场中，我们迎来了一个惊悚的消息，惊悚的就是昨天美国大选啊终于结束了，所以我们大叔要出来聊一下美国大选的结果，然后可能会对中国带来什么影响，可能对台海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最重要的是，我们在3个月前，我们大叔中文我们做了一个在新闻台里预测，对不对？对，我们的预测，我们两个的预测是一致的，就是我们认为川普会当选。对，然后下面就有很多同学在骂说：“不，你这个哈里斯一定是第一位美国女总统。”什么？下面就有很多同学这样评论。那我们必须要说，大叔的预测还是很神准，很准嘞，很神准的啊！果然就是特朗普对选上了。那灿叔，你对这样的局势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或评论？其实我最近说实话都没怎么关注过这个事情。我们最近太忙了。对，太忙了，而且因为之前我觉得大概他这个背后的原因啊，大家会怎么选都已经分析过了，就是也觉得不管谁当选，好像也都合情合理，都有一定的背后的原因的支持。其实我今天早上大概看了有一个说法，觉得挺有意思。他觉得就是特朗普代表更多是这种像父亲一样的这种角色，哈里斯代表母亲一样这种角色。为什么这样说呢？就父亲的话，他会教你坚强、粗野，去整个去冒险这种感觉，强势，就是对像美国最早这种开拓精神，是吧？母亲的话相对是比较包容的。对吧？整体文化上啊，这个性别上啊，各方面都是比较包容的，对不对？对。现在美国文化它本来就是有这么2个方面的。其实我那会儿也在想，就是为什么你会投这个人不投那个人？你肯定是对他有些理念是认同的，你的理念在他身上有所投射。就说比如你认同比如说更包容的文化，更包容的各方面的东西，你肯定会愿意支持哈里斯，对不对？你要更希望整个国家更这个有突破，更这个有怎么样突飞猛进，对吧？因为现在感觉好像经济啊等等有点停滞了，需要强势的人去这样，你可能就会选择特朗普。所以我觉得不管你选谁都，我是觉得都无可厚非。而且现在我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很多这个科技大佬他投向了特朗普，像那个马斯克，对不对？哎，对，这个很让人耐人寻味的。他为什么会投向马斯克呢？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特朗普是相对更为实际，对不对？但是哈里斯所代表的民主党，他有时候有点政治正确过头了。之前听说好像是还说你这个发射火箭会影响到海里的生态啊，什么，好像是有让人感觉有点圣母了。我是中国人会这样说啊，就是所以他可能觉得特朗普当选之后，他能更无拘无束的去开拓自己的这个科技帝国，甚至能让自己的有一天啊能把人送上火星。他可能觉得在民主的党治下的话，可能这个梦想很难实现。而且我们也知道，就是马斯克的一个儿子是变性了嘛，对不对？之前，所以也导致了他觉得 LGBT 这个，对，他对民主党这个观感不是很好。我是觉得挺有意思。作为我们大陆也没有这么一个制度，但是我觉得看隔岸观火还是挺热闹，挺凑热闹。其实很多国家都抱着凑热闹的心情。对，当然这个结果也会影响国际局势，影响非常大。那我这里的观察是，其实我觉得特朗普刚好跟哈里斯是这2个非常极端的状况。是的。比如说特朗普在共和党里面其实已经把他的势力给扩大，甚至我可以说川普势力目前已经是控制了整个共和党，对吧？特朗普的意志是可以贯彻的，然后共和党也都可以完全的配合他的政策跟意志去行动。那我们相对的看到哈里斯在民主党其实相对的是施展不开的。对，民主党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声音，然后在团结度上也明显的不如共和党这么挺特朗普。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选举的态势下，其实哈里斯就弱了很多。然后我还有一个观察很有意思，昨天选举完之后，不晓得灿叔有没有在看后续的消息。
当然特朗普知道自己胜选了，哇，马上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马上就慷慨激昂的这个当选感言，哇，那个很振奋人心的感觉了啊！我们先姑且不论川普这个人怎么样，但是他那样的演讲的确会马上把他的支持者给聚合起来。对对对对，有凝聚力的感觉。对，有凝聚力，然后支持者会更支持他情绪会更被挑动起来。那我们反过来看一下民主党的哈里斯，昨天他竟然连出面都没有虽然败选了，但是正常来讲，我们有民主风度嘛，我们败选了出来，第一个安慰一下支持者，你们挺了我这么多个月，虽然我输了，但是我还是要感谢你们，至少要做到这一点。可是哈里斯昨天晚上居然完全没有出面他只有在可能一些社交媒体上说了一些话而已，那些可能都不是他自己说的。对，可能是竞选团队说的。对，这点相对就那个态势跟风度就弱了很多。是的，是的。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也没有很直接，我们都会去恭喜胜选的人。对，一般会有，一般有民主风度都会这样，所以刚好让共和党这些支持者，川普的支持者又见缝插针，就说还好是我们的特朗普赢了，要是让哈里斯赢了，你看他多没有风度啊。对对对，可能没有办法，反正就是他们会觉得说还好是特朗普赢了，然后会有魄力的带动美国。那哈里斯怎么败选了就没有再露面了呢？就大家会有很多猜疑跟不安。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察也蛮有意思的。所以不过现在都是定局了啦。那我觉得以台湾来说的话，我觉得啦，不管哪一个总统当选都差不多。其实对中政策、对台政策，我觉得美国都是一贯的方式。就是可能会以台湾来去这个叫什么抗中保台嘛，对，类似用这种政策会要挟吧，要挟大陆。对，会要挟。那其实对大陆来说，美中对抗的态势，不管谁当选也不会变，对，只是政策略有不同而已。所以我觉得，局势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而且我觉得川普当选，当然有的人会担忧，但是我觉得川普毕竟是个商人嘛，是的，然后本位主义也比较重一点，然后他也支持美国的孤立主义，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商人是真小人，总比伪君子好，好怎么样？好相处吧？对，更好应对一些吧。其实我觉得，特朗普之前在任的期间，虽然乱搞确实乱搞，但是呢，就是对中国就是政治方面，我是觉得是有利的，比较直来直往啊。对，他是这个样子。他因为像你说的，他比较直接，所以他的这些招式是比较好预测到的。同时，因为他对盟友的这些关系搞得很僵，所以反倒把盟友往中国这边推了推。因为特朗普他是更在乎就是美国本土的利益。之前美国之所以能做到世界老大，是因为他帮助底下这些国家很多，不管是经济方面，对吧？政治保护啊、军事啊都有这些东西。但假如特朗普不这样觉得，他觉得这些花费不值钱、不值得，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要按照商人这个计算的话，我觉得我的收入太少了，我的收益太少了，成本花费太多了。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减少这些对他们的支援呢，对他们的保护等等，朋友会越来越少。对，反倒会把他们往中国方面推。可能对中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有利的这么一个信号，我是觉得可能比如说像这个日本啊、韩国呀，本来说实话我们是东亚三国，按道理应该更好相处，大家本来在文化上就有很多共通性的。对，但是之前因为拜登在任的时候，其实我感觉这矛盾又激化起来了。对，但是特朗普在任的话，可能会让这些东西会缓和下来，大家可能更有机会坐下来，就是讨论一下共同点，讨论一下怎么合作等等。当然，我也看了一些消息，就是说对于外贸而言，就是中国大陆出口外贸而言，肯定打击应该是会比较大的。它会加税，加税肯定是要加的，当然可能不可能像之前宣称的加那么高的税啊，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同时还是对中国整体这个出口行业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很多中国的这些工厂啊，他们会选择到这个墨西哥呀这地方去建厂。对，没办法，你不可能从中国大陆直接出口去，那就
就是迂回的道路去墨西哥这一建厂。对，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就是我看到分析，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也在进行经济的转型。之前是这种工业化的东西比较多，现在慢慢的向这个消费型的这个产业转化。对，这样的话促进国内消费，内需增加了，它整体就能更好的应对国外这些不管是风风雨雨，就能更好的更有这个悠闲的这个余裕去处理这些问题了。而且就是促进大陆国内的企业转型，这也是个很好的转机啦。往好处想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次哈里斯民主党会失败的原因，也是因为拜登政府在民生经济上的确美国这几年很不景气，所以也算是选民想要出一口气，对于现在拜登政府的一个失败，经济政策的失败，然后对于战争的一些支持的这种失望感，因为民众觉得为什么我们要用自己的钱去支持这些战争？对。然后为什么你要支持以色列这样像刽子手一样的战争模式？可能民众有很多这种反弹的声音，然后他们不一定是支持特朗普，但是他们要没得选嘛，只有2个人，对，他们投票的意向只是要给你一个教训，给现在拜登政府一个教训，他不是真的喜欢特朗普，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给拜登政府一个警讯，就是你的经济政策，人民要吃饭啊，经济还是最重要的，是的。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是我们2位大叔对于这次大选的一个简单的观察。那可能我们的观察不是那么精准，没关系，大家就当学习中文听一听。我们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还是很深刻的，我们还是很专业的。对，那这个今天除了大叔新闻台这个主题之外呢，灿叔又出了新作品了对，来告诉我们。这本书呢，其实真的是这本书它其实在我脑子里酝酿挺久了，甚至之前已经写过一部分。对，是怎么样一本书呢？其实我之前就说过，我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一方面呢，我可能写一些很童真的这些童话故事，就是我很能进入孩子的内心，我可能内心保有一个纯真的感觉。而且我自己刚好有这么一个7、8岁的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他怎么想我都特别清楚，所以我愿意写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其实我又特别喜欢一些阴森的、黑暗的、恐怖的、悬疑的东西。对，就是之前我脑子里突然穿出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是有一个人住在一个小县城里头，然后住的那个房间特别窄，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有人敲门。然后他把门打开之后，突然发现门外面不是走廊，漆黑一片，来到另外一个空间。就在当下这个意象就穿入我脑子里头了。我就想，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画面，而且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的一个开端或者一个主题，我就顺着这个写下去的。其实我觉得在写故事的过程中，也是在不断给我自己惊喜，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主人公他是谁。他有什么样的背景？他为什么待在这个地方？他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完全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么一个意象。后来写出来之后，发现竟然是这么个样子啊！竟然他是这么一个状态啊！竟然他甚至都不是人啊！他可能不是演那这个剧情非常的悬疑，所以这个小说就是悬疑小说。对，可能你要看到最后才知道。这个主角到底是谁？对，因为连我写这个故事的人，我一开始不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结局，你肯定猜不到啊。对，会随着连灿叔当时写的时候，自己都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去开展，自己也不晓得结局。是的，所以大家一定会对这个作品感到很惊喜，很期待它的结局是什么。是的，然后它的难度呢，也可能是 HSK 4到5吧，4到5左右难度没有太高那就是大家如果喜欢阅读电子书或在手机上看书的同学，可以喜欢听音频的都欢迎你购买这个。我觉得多阅读对中文水平的提升绝对是有帮助的。对，和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裂缝里的蜘蛛》我觉得要么这样吧，我在现场读1、2段给大家听一下，大家感受一下。灿叔现在要直接念了，直接即席表演好裂缝里的蜘蛛，我知道
我不得不打开那扇门，因为我已经别无选择了。敲门声越来越响了，也越来越烦躁了。我知道，他们迟早会撞开那扇门的。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在这个偏远小城的小宾馆里已经躲了1个星期了。我待的这个房间没有正经的窗户，只在墙壁的上方开了一个口子，装了块磨砂玻璃，假装是窗户。窗外是一条走廊，时不时有人会走过。半夜的时候，甚至有醉酒的人在那唱歌。不过我根本不在乎，因为我的世界已经坍塌，只剩下这小小的空间可以让我躲藏。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躲多久。好了。哦，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听这个有声书跟你平常听播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对，所以大家应该要多去接触不同的音色跟中文声音的表现方式，对你的听力才会真的很有帮助。是的，是的。所以灿叔这本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哦。很有气氛，对不对？很有悬疑的气氛啊。是的，是的。怎么就和这个总统大选结合起来了呢？诶，好突兀啊！完全因为总统大选也很有悬疑性啊，剧情很有张力。真的啊。好，那所以大家在听完我们对美国大选的评论之后，别忘了就直接去我们的大叔小书屋啊，直接看一下你喜不喜欢这本书，喜欢你就支持我们购买，直接购买吧。啊，好，对，不需要犹豫啦啊，不需要犹豫了啊。好，支持我们也是让大叔继续做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啊。对。好，那么我们就到这了，下次见喽，大家拜拜。拜拜。